上一次我挖下水道基础的时候，挖出来几个奇形怪状的小砖头。那收包了人家给我500块钱一块。我最后一想，你这家的工人他是不是股东哎？你考虑考虑看看。可以肯定一点的是，你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砖头啊！普通的砖头，第一并没有这么重。你想想，收破烂的就能给你500块钱买走，这绝对是有利可图啊！我500块钱卖给他以后呢，我越想越不带劲儿啊，因为我感觉不像普通的砖头所以说我来找你看一看，你给我瞅瞅。首先，挖下水道能挖出来这种砖头啊，只能说明你捡个大漏。你看它的造型属于中间窄、两头宽，这种定型啊是属于明朝之前比较流行的银亭。我拖着重量还不轻呢。一般像过去的大额银亭啊，都有固定的重量。你这个应该是25两重的银亭。25两还真没有嘞。我弄到称过了。多重？正好2斤重。2斤啊！你这看是不是看走眼了？你这可能也是给我偷走它的重量呢。其实你像我们看一样东西的重量，也是根据它这个大小定型来估一个大概。因为过去的货币单位啊，都有一个固定的重量，也就是说，过去1斤16两和现在的重量1斤10两是有区别的。所以你这个银亭是25两重。高手。果然真是高手，客气。不过你说的是银，我心里挺高兴的。但是你看着颜色那黑色的，你别弄错了啊！你再看看是铁不是？说一千道一万，真不是铁。一般像这种银亭啊，都是过去大几百年前的东西。你想想，你是在下水道下边挖出来的，如果真是铁的话，早就腐朽不堪了，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，早就化成灰了。正好是银亭，它的含银量是在99%以上。没有其他杂质，所以银亭啊，它外边只有一层水坑包浆而已。连这银亭呢，包括它上面的字口，包括它的封膜，都保存的非常完好啊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上一次我卖给他500块钱买破烂的，100%的我都亏了。那肯定亏。这好歹要是银子的话，那可那不知道那便宜了，我也不知道那便宜。你想想，就现在单纯的银价来说，1斤铸银就将近3、4千了。你这2斤，光卖破烂的银价这都好几千块了。人家收破烂的啥都不懂，收回去肯定是大赚特赚。幸亏我都卖在这一块我总感觉到500块钱不得劲儿，这里头。照你这样来看，那这一块大概管值多少钱呢？你给我看看。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，像这种过去几百年前的东西肯定是不能用银价来衡量的。所以说你拿过来的这个，你看定面比较模糊字体啊，但是看着它这个保存的这个外观还是比较完好的，就说明它这个肤色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。细看的话，你看上面有落款。因为需要清理才能看清楚。基本上过去明朝之前，这么大个的银亭通常都是官定居多。你可以和现在的收藏的10两官定做一个比较，字口各方面，好一些的都好几万了。而你这个从重量上来说有优势，从年份上来说更久远。取一个中间值的话，我个人看价值应该在大几万块钱左右。乖，照你这样说，那500块钱一个确实亏大了。那确实，怪不得他那之前他还用上俺家来问我有没有了，原来这里面有大文章啊！你说呢？那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不懂，因为我们普通人对这些过去的银锭啊懂得太少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银亭来的太轻松了，既不是祖传，又不是买卖，所以你才会500一个卖了。别人对吧赚了大钱，肯定会天天过来找你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对吧？我这也不能白卖给他。我给天门，我专一找那个收包人，把这个东西我给他没过来再，我得要过来。你要过来都算了，别人到嘴的肉肯定不会给你吐出来，何况是这么大一块肥肉嘞，说不定别人已经买过了，你再莫名其妙的找别人要，别人再说几句难听的话，你听完之后心里边肯定也不太爽，因为这个吵架就不值当的了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吧？那剩下这一块，我拿回去当传家宝去炸了。好，我真谢谢你啊！没事，不用客气。我小时候2块钱买块银元在我手里放了40年了现在都是不舍得我再卖了。2块钱买了银元，而且还是一块8年的冤大头，在手里放了整整40年了，这几个咋舍得把它卖了哎？我这是急用钱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迫不得已才把它拿出来的。在手里放了40年，不是急用钱，谁也不舍得卖。
银元的功能啊，就相当于黄金，你急用钱的时候啊，可以随时变现。以前2块钱买的，你放到现在肯定是赚大发了。40年前2块钱可值钱了。那是嘞。那时候我1个月工资才6块钱。心一横就买了。心一横就买了，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银元啊。花了1个月1/3的工资，你这是妥妥的丰厚回报啊！有多少回报我不知道啊。喜欢银元不分男女，就是喜欢。每天睡觉习惯性的都在摸它，你知道不？那是嘞，这个爱好银元确实是不分男女，玩的就是一种文化气息。这看出来了，你这个银元确实是天天摸。别人的银元都是灰不溜秋的，你这个摸的明光照眼的。人家都说了，缺什么买什么啊。对，小时候俺家里没有钱，看着人家玩，我也想玩，就买了。那是嘞，你都是包括现在啊，这家里边有银元的，毕竟也是少数。你现在很多这个80后以上的人啊，基本上都没见过银元，你更别说他们知道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了。你的运气还不错，你买的是一块8年，哎，8年了无所谓，看这一块能不能卖1500块钱。我真是急用钱，1500，看来你真是急用钱。这普通的袁大头啊，像这个品相的还卖不到1500。你就当我这个品相是好品相嘛，你就给我1500块钱就行了。你别误会，1500要的价钱确实不高，因为你对这个银元不懂啊。我来简单的跟你说一下，这个袁大头啊，它发行的年份有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，4个年份的它这个发行量最多的其实是3年，9年、10年次之，发行量最少的就是8年。所以说你目前按照它这个市场价而言的话，一块8年的大头啊，最少是2块其他年份的价格，明白吧？你的意思是一块顶2块？对。也就是说1500乘以2。对。可以给我3000块钱。你这接的很对，理论上来说啊，可以这样认为。哎，行吧，3000就3000吧。我也没想到能买那么多。你先别着急啊，你看我这话基本上都没说完。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？完全要看它的状态和版。8年大头虽然说发行量少，但是它的这个版啊也是最多的。你的这个你看是纽口罩，空心眼，你细看夹盒这里，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缎帽。缎帽的话，它都比较有意思了。它这个花字是天花，它这个点儿呢，你看这个年字的点儿是被我们称作为1点年。它这个版的这个8年大头啊，整体品相都属于全身打。你这个壁面有少许的这个流动痕迹啊，应该是你把玩的时候啊碰着了，这些都属于正常啊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，市场价在4000以上完全没问题。4000？对。你再仔细看看啊，说不定还能多给点嘞。闻出去多大粮食？闻出去多大粮食？说白了，再看俺都这样了。因为这块币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你40年前说实话2块钱买的，你放到现在妥妥的2000倍的这个利润回报，可惜啊，你就买了一块，实在是太少了。确实太少了啊！主要是我不懂。谁知道能买那么高的回报哎？那是嘞，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你要是真是多买的话，你说不定你放不到现在了。早些年涨价的时候，你可能都卖了，对吧？你不至于今天你急用钱才过来买的。咋弄？你是继续放下去还是变现？不放了，出了吧。那么高的回报，我也满意，心满意足了。那是嘞，那行，那我给你算算吧。